7月的美国费城，全球数学界的半壁江山都扎堆在此。国际数学家大会算得上是数学领域规格最高的盛会，整场大会铺开了几十场专题报告，覆盖代数、几何、应用数学等所有主流赛道。不过大多数场次都闲得离谱，听众稀稀拉拉，空位一抓一大把。但有一场报告不一样，他直接把大会热度干到断层第一，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主办方的预料。他就是新晋菲尔兹奖得主、史上首位中国籍女性获奖者王红的专场分享。他靠着破解百年三维挂骨猜想的硬核成果，带来了一场45分钟的专题报告，直接引爆全网。一张现场抓拍图刷遍国内外各大社交平台，看过的人没有一个不被打动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隆重开启，属于中国数学界的高光时刻持续刷屏。35岁的北大才女王红拿下菲尔兹奖后，首场专题报告会直接引爆全场，国内外资深数学家、青年科研大佬、在读博士生扎堆冲场，提前半小时就开始内卷抢座，短短20分钟就把报告厅坐得满满当当。然而座位抢完了还不够，过道、台阶也瞬间被占满，甚至墙角都挤得水泄不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现场人流彻底饱和之后，主办方为了尽量多塞几个听众，工作人员直接把主持人的专属前排座位都征用了。整场报告40多分钟，主持人全程站着撑完全场，这种待遇，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谁见过？场内人声鼎沸，学术氛围拉到极致，而会场玻璃窗外，一幕温柔到极致的画面，悄悄成就了本届大会最感人的名场面。一位中年男人静静贴在玻璃墙边，全程盯着台上从容讲学的王红，嘴角抑制不住地往上扬，眼神里的欣慰和骄傲根本藏不住。整整45分钟的报告，他一动没动，就这么安安静静站在窗外听完了全程。很多人第一眼看去都以为是个普通的旁听老教授，没什么特殊身份，可但凡了解点数学圈的人都知道，这位老哥的含金量到底有多恐怖。他叫拉里古斯，是王红的博士生导师，麻省理工讲席教授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，2010年菲尔兹奖得主，妥妥的数学界顶流大佬。他深耕调和分析、组合几何领域多年，手握多个重塑行业格局的重磅成果，在全球数学圈拥有绝对话语权，是无数青年学者仰望的行业标杆。这样一位站在数学金字塔顶尖的泰斗级人物，想在会场拿个前排专属席位，需要费一点劲吗？根本不需要。按照大会惯例，往届菲尔兹奖得主、顶级院士全都拥有专属特权，优先入场、专属坐席、临时加位都是常规操作。只要拉里古斯提前跟主办方打个招呼，整个报告厅最好的 C 位席位必然会专门为他预留。但他偏不搞这一套花里胡哨的。当天他掐点到场，和所有普通青年学者一样，老老实实排队，最后因为会场爆满被拦在门外。而且这位数学大佬的日常穿搭朴素到让人完全看不出身份，身上一件洗得发软的格子衬衫，搭配大众款卡其长裤，全身没有任何名牌配饰。最吸睛的是他背了多年的双肩包，侧边大面积磨损发白，边角直接磨出破洞，看着破旧又接地气。整场报告期间，窗外的他全程在线，专注度拉满，偶尔拿出手机轻轻拍几张学生讲学的画面，更多时候就静静矗立凝望。王红讲到关键论证，台下掌声四起，他就偷偷抿嘴笑。王红从容化解学术疑问，理清复杂逻辑，他就轻轻点头，眼神温柔又笃定，没有抢镜，没有造势，没有高调的师徒互动，他把所有聚光灯、所有掌声和荣光全数留给了自己的学生。报告结束的瞬间，王红第一时间冲出会场，一眼就锁定了窗外的导师，台上那个冷静沉稳、气场全开的菲尔兹奖得主，瞬间卸下所有光环，变回了乖巧学生的模样，快步走到导师身边，两人并肩慢行，低声交流学术细节。一窗之隔，隔开了会场的喧嚣热闹，却隔不开最纯粹的师生情。这年头见过太多抢学生成果、蹭学生热度的导师，但像拉里古斯这样身居高位，却甘愿放下所有光环，默默成全学生的大佬，真的太少了。也难怪网友感慨，真正的顶级格局，从来不靠身份和排场撑起来。
这段时间，王红的名字绝对算得上全网顶流。但这位拿下数学界最高荣誉、打破100年难题、创造中国数学历史的女数学家，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毕竟在大众印象里，能拿下菲尔兹奖的基本都是年少封神、一路开挂的天才。可王红为什么完全没有听说过？1991年，王红出生在广西桂林，父亲是数学老师，算是从小浸润在数学氛围里。别的小孩童年都是玩耍打闹，他的童年乐趣是啃数学课本的思考题。5、6岁提前接触小学教材，课本里想一想的拓展题目，让他彻底迷上了动脑思考。尤其是那道经典的7棵树排列几何题。他钻研许久，终于解开的那一刻，满满的成就感让他彻底爱上数学。在他的自述里，他喜欢数学的初衷特别简单，没有宏大理想，没有功利目标，就是觉得好玩有意思。初中时期的他把纯粹热爱发挥到了极致。学校每周只有1小时的数学竞赛课，却是他一周里最期待的时光。不追考试分数，不卷年级排名，只专注钻研自己感兴趣的难题。一道题目能独自琢磨好几天，解开后甚至懒得核对答案。在人人内卷应试的环境里，这份不带功利的热爱真的格外珍贵。说出来估计很多人不敢信，年少的王红根本算不上大众口中的天才学霸。中学时期成绩平平，高1排名常年在年级100名开外，高2慢慢提升到60名，直到高3才逆袭冲进年级前10。唯一一次参加省级数学联赛，他只拿到了普通奖项，没有任何亮眼的竞赛履历。2007年，16岁的王红顺利考入北京大学，因为小学跳了2级，他比同级同学年纪更小。初入燕园的他依旧没有展现出任何碾压旁人的天赋。最开始就读于地空学院，大2凭着对数学的执念，毅然转去数学学院。要知道，北大数院遍地是天才，各路竞技大神齐聚。转专业后的王红，成绩长期处于中下水平，在人才济济的院系里，普通到毫无存在感。谁也想不到，这个当年不起眼的女生，未来能站上全球数学的最高殿堂。大3的留学机会，成了她学术之路的关键转折点。脱离了应试排名的束缚，在自由纯粹的海外学术环境里，他彻底释放了自己的天赋，深耕调和分析与组合几何领域，扎下心钻研各类疑难问题，不浮躁，不急于求成，日复一日扎根科研，慢慢积累成果，一步步在国际学术圈站稳脚跟。多年深耕，步步进阶，塞勒姆奖、克雷研究奖等多个国际重磅奖项悉数收入囊中，每一份荣誉都是对他实力的实打实认可。2025年2月，他和合作者发布的127页重磅论文，完整证明了困扰全球100年的3维挂骨猜想，直接填补领域空白，轰动整个国际数学圈，也让他稳稳锁定了菲尔兹奖候选席位。如今的王红身兼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、美国纽约大学库朗数学科学研究所教授2大重磅头衔，扎根国际顶尖学术平台，深耕前沿研究。2026年费城数学家大会上，他和北大校友邓毅双双斩获菲尔兹奖，直接创下历史纪录。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拿下菲尔兹奖，也是全球首次同一届大会诞生2位中国菲尔兹奖得主，彻底改写了中国数学的国际地位。要知道，菲尔兹奖4年一评，单次获奖者不超4人，只授予40岁以下有原创突破性成果的青年学者，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。含金量无需多言，35岁的王红不仅是中国籍首位获奖者，也是全球第3位女性菲尔兹奖得主，成就足够载入史册。走红之后，各路自媒体疯狂造神，给他堆砌天才神童的人设，编造各种传奇履历。但王红本人一直清醒又低调，完全不吃这一套。接受采访时，他还自嘲调侃，就算拿了菲尔兹奖，该做不出来的难题还是做不出来，数学不会因为荣誉就变简单。爆红之后，他的生活也没有任何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不蹭流量，不搞炒作，依旧每天泡在学术里，琢磨难题，参加学术交流，深耕教学科研。镜头前的他，黑框眼镜，气质温和，说话慢条斯理，谦逊又克制，身上没有半点爆红后的浮躁。谈及自己的成功，他从来不会标榜个人能力，始终心怀感恩，直言自己只是恰逢其时，遇到了靠谱的引路人，身处纯粹的科研环境，才有了今天的成果。纵观王红的整段成长路，没有狗血逆袭，没有天才神话，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和发自内心的热爱。而拉里古斯趴窗凝望的温柔一幕，刚好诠释了学术圈最珍贵的传承。
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